这位高冷的美少女叫小泉，她对社交无感，只对拉面情有独钟。而她的同学小优更爱美少女胜于美食。这天放学时，小优在一堆大叔中看见了小泉，小优热情地向小泉招呼，随后和他一起进入了金色不如龟这家拉面店。小泉摩拳擦掌，利落地绑好了头发。我开动了，筷子挑起一缕面条吸进嘴巴里。平时表情冷酷的小泉脸上凸现罕见的微笑，紧接着大口吃着一整块猪肉，再喝一口拉面汤的浓厚滋味。小优不明白，一碗平常的拉面，为什么美少女会这么着迷？听到这话，小泉脸色立变。他说小优这么看面实在太表面了，这家的师傅用的荞麦酱油是在猪骨和猪肉的高汤中加入鱼虾贝壳制成的，拉面也是特别用了隔汤来调味，所以入口先是猪肉的甜味，接着涌现出鱼贝的鲜香，最终隔离的美味在口中扩散。这简直是拉面迷能体验到的顶级三重奏。讲解完后，小泉又专心吃拉面，咕噜咕噜的一口接一口，一碗下去简直灵魂升华。小泉吃过的拉面碗比刷过的还干净。第二天下课后，小优又找上了小泉，他说想帮小泉背书包，在拉扯之间，小泉的书包掉地上了，东西全散了出来。这个心形是什么？二郎又是谁？小优以为小泉今天和男友约会，就说要偷偷跟过去看看，但小泉说二郎不是她男友。坐了1小时电车，小优跟着小泉到了八王子，又走了好一会儿，终于看到一个二郎的招牌。原来二郎是一家拉面店，这店已经开了60年，起初是庆应大学学生的灵魂美食，后来更多人爱上了这种独特的味道，二郎才开了许多分店。这家的味道在小泉心中是顶尖的，他今天特意错开饭点来，所以没排队。可进去后店里还是满满的，而且全是低头认真吃饭的男士，店里只听见吃面的声音，其他声音都没有。小泉点了份大碗猪肉拉面，旁边的大叔立马肃然起敬。小优觉得大碗猪肉拉面里应该有很多叉烧，于是也想跟着点1碗。小泉和店里的客人都劝他别这样，但他觉得自己的饭量很大，所以不听。等待的时间相当漫长，旁边的客人们在一口一口地吃着拉面，脸上写满了满足。小优不理解为什么吃碗拉面会这么开心。小泉解释道，店里的顾客都是拉面迷，被称为二郎人。二郎人不是一般喜欢拉面，而是喜欢二郎的拉面。虽然自己也爱吃拉面，但是离成为二郎人还差很远。厨房传来沥水的声音，这么美妙的音乐让小泉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聆听。其他客人们也停下了筷子，认真听着。小泉选的是加倍蔬菜、加倍大蒜、多油重口味的。小优说自己已经饿坏了，于是也和小泉点了同样的。结果上来的就是2碗超大份的拉面，大块猪肉打底，再盖上满满的豆芽，完全找不到面条的影子。小优吓得瞠目结舌，这才明白刚才小泉和顾客们的劝告有多认真。小泉同学，我该怎么办？小泉同学照例舒展筋骨，扎起头发，然后拿起筷子开始吃，从碗底把拉面翻上来。这一招叫天翻地覆，有效防止面条被底下的汤汁泡软。看着小泉狼吞虎咽的吃面，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浓郁的猪骨汤配上上等酱油，充满了不会腻的香醇和美味，每一个面条都能品尝到小麦的香味和劲道的口感。更有趣的是，二郎拉面的味道每天都会有些微差异，有时味道更浓，有时油脂多一些，但它们的美味始终如一，这正是常客们的乐趣所在。小优吃了一口，果然是难得的美味，但分量实在太多了，他吃了半碗就捂着肚子哼哼唧唧。老板建议他下次点，专为女性准备的小分量就够了。小泉见状只能把碗端过来，一句话没说就开始吃小优剩的面。晚上小优约小泉下次再一起吃拉面，没想到竟被断然拒绝。这个日本女孩对拉面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每天早上7点都来吃拉面，而她的同学小优每次都会陪同，不是为了吃饭，只是想看看小泉幸福的笑容。小优点的拉面最后也都被小泉吃掉，一滴汤都不剩。一大早吃了2大碗拉面的小泉心情特别好，课间时他会闭着眼睛听耳机里录下的拉面沥水声，对他来说这声音简直是天籁。更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录下了每家不同拉面沥水的声音，还能听出细微差别。但小优完全搞不懂这声音有什么好激动的。午休时，小优跟着小泉来到生物化学实验室，他躲起来偷偷观察，竟发现小泉在烧杯里倒牛奶，紧接着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大碗和一包拉面，倒入加热的牛奶在鸡肉拉面里。这样的吃法谁见过啊？心里默数3分钟一到，小泉就揭开了盖子，
吃了一口，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小优在旁边盯着看，说也想尝一口。小泉二话不说，把碗推到他面前。这味道果然不是黑暗料理，还挺不错的。原来牛奶加在鸡肉拉面里有清炖鸡的味道，但只加牛奶奶味较重。小泉反复测试得到80毫升牛奶和370毫升热水是最佳比例。一提到拉面，小泉就滔滔不绝。他说如果在味噌拉面里加入碎薯片和融化的芝士，就会有披萨土豆味。酱油拉面里加天妇罗面渣、白萝卜泥和木鱼花，就像萝卜泥荞麦面的味道。小泉很快就做了3大碗拉面，但这对他来说只是开胃而已。他真正期待的是放学后去挺甜的进化拉面店。据小泉说，这里是家有名的口味清淡健康的盐拉面店，这立刻引起了小优的兴趣。小优的朋友美莎因失恋情绪低落，也被邀一起去吃拉面，但没想到小泉突然改变了路线，打算换家拉面店。新店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味道非常辣，听说小优只能吃微辣的。小泉推荐他5级的蒙古汤面，失恋的美莎则坚持要选择9级的北极拉面。他说自己能吃辣，也需要发泄失恋的情绪。就在要结账时，上次在二郎拉面遇到的3个大叔大声叫住了他。这几个人不仅是二郎拉面的死忠粉，也非常热爱拉面这类食物。他们建议美莎要慎重选择，如果是第一次来的客人，千万别点北极拉面，因为这家的辣度之王实在太辣了。毕竟墙上也特别写了这个注意事项。就连小泉这样的拉面铁粉也是一步步升级的，到达还能吃北极拉面的程度可是练习了1年。小泉一边说着，一边往机器里投钱，点了一份辣度9级的北极拉面。美莎也跟着点了一份。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目瞪口呆。第一个上来的是小优点的辣度5级的蒙古汤面，面上铺着一些蔬菜和红彤彤的麻婆豆腐。小优觉得这样的辣度可以接受，于是充满信心地试了一口。结果他舀了一勺汤，一下子辣得大喊，还狂灌冰水。5级辣就这样，9级的北极拉面岂不是地狱辣？这时美莎有点后悔了。厨师端上了2碗北极拉面，颜色完全不是刚才蒙古拉面的级别，表面浮着厚厚的一层暗红色辣油。小泉解释说，这是在秘制味增汤中放入大量辣椒，才做成这碗极度辛辣的拉面。美莎叹了口气，拿起筷子勇敢地尝了一口。面条刚进嘴，她就觉得不舒服，喝冰水也没用，感觉嘴巴里都是刀片。此时小泉开始舒展筋骨并扎起头发，一筷子红油面的面条被呼噜呼噜地吃下。小泉的脸立刻红了起来，而且皮肤上开始冒汗。其实他也不太能吃辣，但这种痛感反而让他觉得很爽，所以即使很辣，他也还是要把这碗好吃的面吃完。小泉不停地冒着汗，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看着小泉的样子，美莎也拿起筷子再试了一次，立刻被辣得满头大汗，刘海都湿了。小优也加入了吃面的队伍，显然他们已经达到了极限辣度。大叔们也投来了赞赏的眼神。吃着吃着，美莎竟然突然哭了。虽说她嘴上说是辣哭的，但小泉知道美莎是真的因失恋而哭。两人对视1秒，默契的举碗喝光了拉面汤。经过这场痛快的辣味拉面挑战，3人都神清气爽。美莎的心情转好了，看来明天可以去尝尝清淡的对健康有益的盐味拉面了。需要排队4小时才能吃到的拉面到底有何魅力，让美少女连汤都喝光，露出那样灿烂的笑容。自从上次和小泉一起尝过超辣拉面，美莎和小优一放学就缠着小泉一起去新的拉面店打卡。今天小泉带着2人来到了一家名叫菠萝的拉面馆，无论招牌还是店内装潢，到处都是菠萝元素。3人点的都是菠萝盐拉面。令人惊讶的是，拉面里竟然有菠萝片。小泉找个座位活动筋骨，扎好头发，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大口吃面。菠萝片尤其美味。小优见他吃得香，也先尝了一口汤。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加了菠萝会这么美味，海鲜汁和菠萝的酸甜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而且拉面里还附赠了菠萝味的煮鸡蛋，绝对是创意满分。在一碗拉面中同时尝到主食和甜点，真是令人感动。当小泉喝完最后一口拉面汤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约好下一次周日再一起吃拉面。小泉提前做了功课，这家拉面店在2014年的比赛中荣获东京23区的综合第1，并且还入选了米其林指南。东京2015年的评审推荐，人气非常高，经常大排长队。如果是休息日，等得更久，要有心理准备。终于周日到了，小优以为提前1小时到店，时间刚到，已经好早了，没想到前面居然排了100多人，看来要等店开后1小时才能吃上，竟为一碗拉面排队2小时。小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拼，但对小泉来说，
等待美味，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次耳机里不是沥水声，而是他上次吃面的声音。他说这家的拉面用4种小麦石磨生产，再混合全麦粉做的自制面，所以吸溜声会特别不一样。离开店时间越来越近，店内正积极备战，切葱花，准备配菜，还有人专门烧水煮面。小优和小泉的身后已开始排队，而且队伍越来越长。天气炎热，大家都满身大汗，美莎却始终没出现，也联系不上。其实美莎就在附近，而且早就知道排队很累，所以偷偷去吃冰淇淋避暑了。这时小泉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了一盒饭团开吃，虽然饿了吃什么都香，但长时间排队太饿了，心情会变差，适得其反。这时候先吃点小饭团，1个半小时后再吃拉面，肚子饿得刚刚好。离吃拉面只剩15分钟时，美莎突然现身了。看到她，小泉眼睛都瞪大了。美莎一点也没觉得自己错了，还为自己的小聪明得意不已，说自己穿着新高跟鞋排队时间久了，肯定很累，所以才特意挑这个时间来。但美莎这样插队是不遵守规则。小泉气愤地站起来说应该去队尾重新排队。看着这些客人的眼神，小泉觉得插队的人不配吃拉面，好不容易排到的拉面，现在还得再等2个小时。小优和美莎重新排队，还在为了这事儿吵个不停。这时他们发现排在前面的3个男人，不就是经常遇见的那群大叔吗？小泉和大叔们聊了起来，说到东池袋大圣轩的创始人山岸一雄，他发明了独特的小笼屉养麦面，精心研究每一种食材，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遗憾的是他已经过世了，小泉再也吃不到他亲手做的拉面。听着大叔3人组谈论他们吃大圣轩拉面的经历，时间像飞一样，还有30分钟就能吃到拉面了。穿高跟鞋的美莎扛不住了，我先回去了。小泉见状立马追上，在他的劝说下，美莎回到队伍，排队的客人们也为他鼓掌。几个人终于坐在了拉面店吧台。这碗黑松露酱油拉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小泉活动了一下筋骨，扎起头发，开始大口吃面。等了4小时，值得。不可思议的美味，怎么这么简单又这么深刻？汤底轻而浓，自制面条多了几分巧妙，整碗品尝还带着黑松露香气，简直无敌中的无敌，绝对独一无二的极品拉面。小泉喝完最后一口汤，幸福感瞬间爆棚。小优和美莎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快乐。3人从店里出来，心满意足。看来排队时间确实让拉面更美味。这个日本女孩有多喜欢拉面呢？即使红豆馅和奶油在酱油汤里，她也吃得津津有味，还把汤全部喝光。曾经独自吃拉面的小泉，现在有了可以一起享受美味的朋友。今天他和小优以及美莎一起去了家名叫天下一品的拉面店，3人点的都是浓味拉面，浓香的面汤上撒了大量葱花，一看就知道味道特别浓郁。小泉一如既往先活动一下筋骨，扎好头发，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开始狼吞虎咽，一整块的叉烧蘸着面汤吃进嘴里，再端起碗豪迈地喝光了浓浓的汤底。这家店的汤底是用鸡骨和蔬菜熬制的，慢慢煮出来的。此刻小泉的幸福感爆棚。平时小优肯定会称赞小泉笑容靓丽迷人，可今天他的表情却有点失落。第2天小泉才从美莎那得知，原来小优要转学去札幌了。虽然小泉总是冷着脸，但他已经把这每天跟着他的女孩当朋友了。美莎建议2人为小优做点事，比如去找一家拉面店，亲手教他们做碗拉面给小优尝尝。小泉嘴上说每家店都是花尽心思研发美味拉面的，不可能是他们这样的高中生1、2天就能学会的，但他心里觉得这主意不错。放学后他带着美莎去了一家叫天空之色的拉面店，尝了这的蔬菜养麦面，口感清爽美味。小泉说店主宫崎先生开了个拉面教室，教的不是专业店里的拉面，而是适合家庭的食材简单的拉面，这样学起来就容易多了。真巧，2人在这里又遇到了常见的大叔3人组。宫崎先生今天准备煮汤的材料只有猪肩里脊块，先用小火在沸水中煮猪肉1个半小时，为避免煮后太烂，用棉线绑好猪肉，然后将煮熟的猪肉放进煮开过的浓酱油里腌30分钟。面是手工擀的面，把200克高筋面粉和200克低筋面粉混合放入碗里，分3次倒入碱水让面粉凝固。和面的诀窍是要用猫爪手法。美莎没想到的是，平时很懂拉面的小泉手艺竟然一点不行。揉好的面要先放保鲜膜里醒20分钟，然后用脚踩平拉展，最后用擀面剂压成面片切条。煮好的面条放入300毫升热水和36毫升酱汁混合的汤里，
再加叉烧、葱花、卤蛋等喜欢的配料就好了。自己做的拉面多了一份劳动的满足感，这么少的材料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味道，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小泉仔细一想，还是觉得不能让小优吃这个拉面，因为那是宫崎先生的专属味道，不属于他们。他们该在配料上用点心思，为小优做一碗独特的拉面，这样才有惊喜感。他们为实验买了一大桌的食材。小泉想到小优要转学去札幌，就把叉烧换成了成吉思汗烤肉，虽然好吃，但总觉得不够惊艳。美莎在拉面里加了生鱼片，虽然很有新意，但味道一般。他们又想起之前吃过的菠萝拉面，搞了一碗水果拉面，简直难吃到不行。他们不断尝试，结果不管是爆米花、煎饺还是土豆沙拉、弹叶，味道都不对。两人最后拎着个箱子去了拉面课堂，恳请宫崎先生教他们做一碗最美味的拉面。一转眼就到了学期最后一天，小泉和美莎约小优到料理教室，给他端上一碗自制奶油豆馅拉面，上面放的全是小优爱吃的食材，让他试试把豆馅融在汤里，豆馅融合在汤中，再挑一缕带满汤汁的面条送进口中。这东西怎么会这么香这么好吃呢？美莎说这豆馅是用焦酱油和无糖豆馅一起熬出来的，另外他们还在奶油里加了柚子果汁增加酸味，最后才做成了和拉面很搭的奶油馅蜜。听到两人如此认真地准备一碗拉面，小优感动地哭了。能和美莎和小泉成为朋友，真是件太幸福的事。这碗象征女孩们友谊的拉面，一定要连汤喝干净。更让小优惊喜的是，当汤喝光后，碗底露出了小泉和美莎的留言。小泉特意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札幌拉面指南送给了小优，所有推荐的店都贴了标签做了注释，希望小优即使转学到札幌，也能吃到美味的拉面。但小优说自己并不是去札幌读书，只是暑假要去札幌的亲戚家玩。小泉和美莎一时复杂，不知是高兴还是失落，不过好歹之后还能一起吃拉面。现在的小泉、小优和美莎已经成了好朋友，不仅是在学校，就连节假日也常约在一起。新年几个人一起出门，小优兴奋能看到不穿校服的小泉，没想到小泉步伐越来越慢，人也开始摇摇晃晃，最后直接倒地。小泉断续着说让小优打开他的包，结果里面只有一个保温壶，壶里装满粘稠液体。小泉抢过杯子咕噜咕噜的喝，马上就精神满满。原来保温杯里装的是热拉面汤。接着小泉打算去心爱的拉面店，听说那里卖适合新年吃的拉面。小优和美莎跟着小泉的脚步来到了东京浅草，小店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是为新年限定的烤年糕拉面来的。胡萝卜切成了花形的彩块，年糕烤得白白胖胖的，就连鸡蛋都是双黄的。正当小优感叹拉面真漂亮时，小泉已经开始热身了，然后不知从哪里拿出根带子，把袖子绑起来。我动筷子了，吸溜吸溜的将今天的第一口拉面吞进嘴巴。小泉的表情特别满足，烤好的年糕吸满了招牌盐汤，厨师特意在面条里加入柚子，吃起来特别清爽。等他把面汤一饮而尽，小泉又露出了那灿烂的微笑。下楼到1楼的吧台前，刚好又碰到那群常见的拉面大叔。对拉面爱好者来说，拉面就是心中最爱的年夜饭啊。1周后，大家又回到了上学放学的日常，并且看到南侧外墙上还贴了秋冬学期期末的成绩。小优考得还可以，美莎在180个同学里排第165，不需要补考就好。对她来说，这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小泉这次的成绩真的让小优很烦恼，他之前每次都和班长竞争第一，这次却莫名其妙的被列入补考名单。班长说这是因为小泉考试时自愿提前交卷，可小泉自己却一点也不在意，还在食堂戴着耳机听他录下来的拉面店伙计的吆喝声。班长按照老师的指示专门来找小泉了解情况，问他是否真的交了空白卷，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但小泉还是很淡定地说自己那时特别想去一家拉面店，所以考试前一天就去了大阪。他本来计划考试前一天就回来，因为天气不好，电车晚点了，好不容易赶在考试当天早上回来了，结果直接在试卷上睡着了。小泉说得越来越起劲，还用手比划着向班长介绍高井派拉面。这种拉面是浓酱油汤底，配上含水量高的粗面，不过他更喜欢在这基础上发展出的大阪黑汤拉面。班长不理解小泉的想法和做法，他不爱吃拉面，甚至有点厌恶。听到他这么说，小泉直接躲到了50米开外，他无法和讨厌拉面的人做朋友。回到教室后，小泉正在和美莎、小优讨论放学去哪家吃拉面。一位带着2个小跟班的男生走了进来，他和小泉是一个年纪的名门，这次特地来找小泉，因为他是3星老店的第16代继承人，
从小他就受到了精英的饮食教育，他一直自信自己有绝对味觉，整个学校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拉面。小优不可能让小泉同学输，他喊小泉有神之舌。放学后，小泉他们3人照旧去吃拉面。今天品尝的是台湾元祖干拌面。小泉系上围裙，开始活动筋骨，扎起头发。吃这碗面，第一步是戳破生蛋黄，然后把所有材料搅拌均匀，让每根面条都挂满了酱料。那滑溜溜的感觉听起来就让人食欲大开。面条很有嚼劲，辣味刚好。肉酱是用肉末和朝天椒制作的，加上生韭菜和大蒜调味，最后形成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3人正吃得高兴，名门竟然带着2个小跟班推开了拉面馆的门。小泉坚持拉面要一个人品尝，而名门觉得美食就该和朋友分享。他认为像小泉这样独享的人根本不懂拉面的精髓。这话彻底惹怒了小泉，于是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这碗拌面中的奥秘。面条煮好出锅时，厨师会刻意用力搅拌，使面条表面不光滑，有助于酱汁更均匀挂住。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果然大叔3人组登场了。到底谁更喜欢懂拉面？大叔3人组决定帮他们裁决，究竟小泉和名门谁更爱拉面？放了10倍盐的拉面竟成了女高中生的最爱，每喝一口汤，喜爱就更深一些。最后连汤都被喝得一干二净。由大叔3人组主持，具神之舌的女人小泉和自称绝对味觉的名门展开了一场拉面对决，是一场拉面问题抢答赛，谁先答对3题则获胜。名门拿下了第1题，小泉在意外的情况下按键，好在他答对了。第3题，小泉操之过急，没听完问题就抢答，结果错失了答对的机会。第4题的比拼变成了抢吃，大叔念出题目，小泉和名门要猜是哪家拉面店，然后跑去那家店先吃完就赢了。小泉赶到了一家招牌画着骨头的小店，以为自己赶在前面，推门一看，名门连拉面汤都喝完了。第1回合，小泉以1比3落败。比赛结束后，大家去了这家恶魔拉面店吃饭。恶魔拉面指的是把各种食材大量加入，煮出特浓汤底，再加超咸调料，做成超级浓郁的酱油拉面。小优觉得自己重口味肯定没问题，但他只喝了一口黑汤，他大声喊道：太咸了。小泉建议再喝一口，虽然还是很咸，但似乎尝到了不同的风味。浓郁的汤汁让他不知不觉上瘾。拉面对决的第2回合要用味觉分胜负，小泉和名门要分别推荐自己最喜欢的新开张拉面店。名门选了位于东京巴丁库的七彩，这也是小泉的候选店之一。这家店的特色是接单后才开始揉面，所以面条特别新鲜，口感香软有韧性，不仅味道好，能充分享受到小鱼干鲜美的汤也是一大特色。这种香味甚至让人想做成香水。名门坚信没有哪家能比得上这家的冲击感。小泉推荐的是位于东京六本木的玄鹰面具厂，里面的装潢非常豪华时尚。这里卖的玄鹰流拉面用的是伊比利亚猪熬制的浓香豚骨，独特的味道堪称一绝。盘子的设计也和店内风格很大，特别之处是碗底藏有惊喜，吃到一半搅拌一下，味道层次感立刻升级。所谓惊喜就是店主放的，加了虾米和扇贝干的 XO 酱。最后第2轮，小泉和名门打成平手，因为这2家店的大叔3人组都已经各来过6次了，这样的美味他们实在难以抉择。第3回合的拉面之战，主题是用拉面感动人心。大叔们特意让美莎叫来不喜欢拉面的班长，名门和小泉比赛，谁能推荐让班长满意的拉面就赢。这时候才发现，班长是其中一位大叔的女儿。班长说他爸是个拉面狂热者，不仅自己喜欢吃拉面，还硬拉着家人一起吃，就连过年和生日也都是各种味道的拉面。他收到的圣诞礼物竟也是袜子里的叉烧。久而久之，他不仅讨厌拉面，更讨厌爸爸。妈妈也受不了，最后和爸爸离婚了。名门拉着班长的手，带他去一家药膳拉面店，店主靠药膳调理，成功瘦了60斤。秘诀在于汤底用的是自家晾干的蔬菜和药材，加上初榨橄榄油熬制，没有药膳的土味，口感很清爽易入口。面条是加入辣椒和姜黄揉成的，一碗的热量只有普通拉面的1/3。名门说这不是拉面，而是健康食品，吃完能让皮肤变好变漂亮。但即便如此，班长却连筷子都没动一下。小泉带大家来到了东京银座的拉面店万福，这是一家老字号拉面店，汤底始终遵循开业时的秘方熬制，配菜也一直没有改变。看到班长连筷子都不动，小泉用对拉面的热情对班长一顿劝说，最后直接把拉面挪到自己面前，活动筋骨，扎起头发，开始大口吃，露出了满足的笑容。班长看到这情景忍不住咽了口水，然后拉住了小泉的手，
我也想吃。他小心捡起一小口面，吸溜吸溜吃进嘴里，不禁赞叹这味道真好。毫无疑问，这场比赛是小泉赢了。此外，他还帮助班长父女和好，明门承认自己输了。不过他第一次见到如此热爱拉面的小泉，于是想和他交往。我拒绝了。看来小泉比起谈恋爱，唯一热爱的只有拉面。这个日本美少女到底有多爱拉面？在大雪天特别花时间坐了很久的电车，一次性吃了2大碗拉面和1碗蘸面，连一口汤都没剩下。她吃完的拉面碗干净的像刚刷过一样。通过模仿小泉同学吃拉面的视频，美莎在网上大受欢迎，甚至学校里的同学都排队找她签名。除了去各种店里打卡吃拉面，她有时也会拍摄挑战视频，比如可爱女高中生挑战吃泡了3小时的方便面，或者可爱女高中生挑战一口气吃3米长的面条。有些视频播放量能超过100万。美莎现在的梦想是成为专业博主。她听说有些顶尖博主的收入很高，能轻松赚到好几亿日元，但班长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可取，还是要靠诚实劳动赚钱。转眼就放学了，小优和小泉一起去了早稻田附近的一家拉面店，2个人都点了盐味拉面，因为汤里用了很多干金枪鱼提鲜，味道非常好。小优因为担心美莎一直闷闷不乐，但小泉只顾着吃拉面，好像根本没在听。几天过去了，美莎已经3天没来上课，网上逐渐出现了一些黑美莎的帖子，有人说她在拉面店店主忙的时候打扰她，还有人说她插队很嚣张，并且自称是拉面专家，却连猪叉烧和鸡叉烧都分不清。以前喜欢美莎视频的人也开始批评她，大家担心美莎因为这些恶评才不来上课，于是决定放学后去她家探望，结果她也不在家。小优拿出手机，发现美莎10分钟前更新了一条内容，小泉从背景辨认出应该是樱桃公园，可众人赶到时，美莎显得若无其事，在想着新的视频怎么拍。她觉得正是因为挨骂的人多了，女高中生的 PPAP 视频播放量快达到200万，她想走向国际，决定退学拍视频。美莎的话激怒了班长，班长狠狠扇了她一耳光。随后美莎回家拍了一个笑着签退学申请的视频。一个飘雪的日子，小泉、小优和班长来到了一家名叫变天的拉面店，在大雪纷飞的时候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真的超级浪漫。没想到几个人刚进门，就看到美莎和店员们在合影。他说是小泉请他来吃拉面的，结果美莎一见到班长就争了起来，2人背上包就想走。小泉劝他们别走，尝尝这里的拉面。这家店白天只营业3个半小时，要不是因为大雪，平时门口总是人山人海，像今天这样不用排队就能吃到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简直是奇迹。美莎很羡慕店主，每天只营业3个半小时就能赚钱，她也想成为收入过亿的博主。但小泉告诉她，这家店吸引那么多忠实食客的原因，是因为每天的准备时间是营业时间的3倍。每天开店前后，店主都不会歇息，只能待在店里做面条、煮汤头。尽管周2是休息日，但也只是不开门而已。店员们还在准备周3的开业，几乎全年都没休息过。背后大家都在默默付出，踏实工作才是真正成功的关键。小泉想用这种方式劝美莎要踏实生活。美莎还在较劲，热腾腾的拉面端来了，小泉伸了伸懒腰，绑起头发，立马大口猛吃起来，连面汤也一滴不剩，美味让他脸上挂满了笑容。美莎见状也加入了。这家店的高汤是猪骨和海鲜熬的，配上自制的弹牙中宽直面，今天的美味让4人一致称赞，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美莎这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踏实感。她仔细思量后向班长道歉。让人意外的是，店主又端来一大一小2个碗给小泉。这家店的小泉也强烈推荐，劲道的面条在浓郁的汤之中泡一会儿马上吃，小麦的香味和顺滑的口感都是这家店的特色，搭配着汤汁酸甜的口味，吃拉面也成了一种享受。无论是拉面还是蘸面都有各自的风味，所以很难说哪个好哪个差。大家也都明白，人生就像拉面，每个人的生活都各有特色，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无论选哪种人生，都要让它丰富多彩，就必须脚踏实地努力。不一定要否定做博主的梦想，但要做就得下定决心认真干。美莎跟班长和好了，没想到小泉面前又端来了一碗盐味拉面。看来小泉的胃真是个装拉面的无底洞啊。什么才是拉面顶级吃法？爱吃拉面的高中女生小泉告诉你，那一定要来碗米饭，碳水加碳水才是美味的精髓。像往常一样活动筋骨，扎好头发，小泉瞪大眼睛，专注的品尝着美味的拉面。平时酷酷的女高中生，一碗拉面
就能让他露出幸福的表情。他吃到一半时，小优、美莎和班长正在小巷中穿行，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拉面博物馆的活动。这里所有工作人员都装扮成街上的居民，可没想到几人在游览时，小泉忽然消失了。毫无疑问，他肯定躲进哪家店吃拉面去了。这时，一位德国游客走来，问几人明岛亭拉面店在哪。他们都不会德语，幸好小泉及时出现。明岛亭就是尽头那家店。小泉解释道，拉面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像日本知名的拉面店益丰堂，已经在国外开了几十家分店，还有很多外国人专程来日本品尝正宗拉面。因此他学了多种语言，既为了获取海外的拉面动态，也为了应对各种突发情况。4个人接着来到了无垢拉面店，表面看似普通拉面，制作过程却相当讲究。汤底以猪骨和鸡架熬汤为基础，加入木鱼花和海带等配料，让汤头融合了肉味和海鲜味，更加丰富有层次。面条是用作披萨的小麦粉，和意面用的硬质小麦粉混合制成的宽面，口感更有嚼劲。刚吃完一碗拉面的小泉，战斗力依旧强大，他的拉面碗比洗过的还要干净。毫不意外，戴叔3人组必然会光顾这里。他们点的是颇具德国风情的拉面，浇头中加了德式泡菜和培根。1周过得飞快，美莎模仿小泉吃拉面的视频在网上走红，而小泉也有自己独特的快乐。他沉迷于听到拉面碗摆在食客面前时的声音，对他来说，这声音就是开始享用美味拉面的信号。他只需不到1秒钟，就能辨出是哪家拉面店。今天小泉要吃加系拉面，也就是店名最后有加字的拉面店。他们4个人特地坐了1个小时的电车，来到本厚木站。虽然学校门口就有一家乐加系拉面，但小泉要找的是一家继承了总店精髓的正宗店。从车站走过去大概30分钟，一进门4人便受到所有店员的欢迎。接着发现吧，台前都是男人在吃面。这家店只提供一种口味的拉面，用猪骨和鸡架熬成高汤，再用酱油调制成猪骨酱油味的汤。配菜可以通过机器自行选择。加系拉面还有一个特点，可以根据顾客的喜好自由选择面条的硬度和油量，还有味道的咸度。小泉点了一份硬面，少油多味。作为狂热粉丝的小优自然点了同样的。美莎感觉饿了，选的是油多口味最浓郁的硬面。班长点的只是普通面，他其他选项也是选的普通。他第一次试的新店，就只尝最基本的味道。小泉舒展筋骨，扎起头发，都等不及开吃了。这面汤的味道特别浓，不愧是用了500公斤的猪骨和鸡架，大火熬了5小时才有的汤底。浓厚的豚骨酱油汤加上香喷喷的鸡油，味道才这么好。小泉碗里加了点蒜泥、生姜和豆瓣酱，因为吃加系拉面的方法之一就是随意调味。这里还有一种特别的调料叫拉面醋，这是用大蒜泡出来的，口味清爽，带有蒜香。吃到一半，小泉又点了份米饭。他们最爱这样主食配主吃法，用蘸过汤的海苔包着米饭吃，还可以按个人喜欢加豆瓣酱，这是小泉的隐藏吃法。最后一口汤一定要泡米饭，吸溜吸溜吃完才算满足。今天又吃得很饱呢。浓郁的汤汁配上厚实的叉烧，自家手工的面条有筋又滑，一口就让美少女露出灿烂笑容。对小优而言，这是她和美少女小泉第一次一起吃拉面的小店，真是满满的回忆翻涌。尽管汤头看似清淡，但其实用了蛤和鲷鱼，细腻层次分明，创意十足的美味拉面。碗面上还撒了很多小泉从没见过也没尝过的酱料，还有市面上不常见的顶级西班牙黑猪肉配瑶塔，虽然分量不多，但味道很浓郁。至于面条，小店搬来这里后，开始用自己手工制作的面条。小泉的讲解引来角落一位大叔的拍手称赞。男人自我介绍是知名拉面博主，每次发布内容下面都有6条评论。他说这家店刚开业时只有5个客人，是老板持续钻研才有今天的成就，连米其林杂志都来采访。4个人排成一列，将面条吃得干干净净，连一口汤也没剩。大叔见小泉是拉面行家，说愿意花钱请小泉再去另一家店。小泉很高兴地答应了。但第2天，小泉因为发烧请假了。小优和班长决定放学后去小泉家探望，但连老师也不清楚小泉住在哪里。小优只好碰碰运气了，带着班长来到一家他以前和小泉一起来过的拉面店。这里著名的招牌是花椒仰麦拉面，汤底用大量鱼干、海带和香菇熬制，加上肉和蛤蜊，最后加入2种花椒提味，才做出这碗口感细腻、味道刺激的拉面，特别适合感冒发烧时食用。辛辣的花椒是画龙点睛之笔，虽然用了这么多复杂的食材，但每种味道都能完美融合，不得不佩服店主的品味。
而且这家的面条也是调过味的，可以像油泼面一样直接吃，也可以在汤里涮一涮。赠送的馄饨馅料很足，每一个都饱满圆润，真是道不可错过的美味。我原以为2-3天后，小泉康复就能回到课堂，可等了整整2个星期，他才终于现身学校。今天放学后，小优没像往常一样跟着小泉，而是让小泉独自去了福寿拉面店。这家店坚持用现在少见的大锅煮面，用梨照来绿汤，一口汤一口面，泪水滑落到小泉的碗里，于是他一口气喝完。这是他和拉面重逢的时刻。看到这一幕，小优也忍不住哭了。隔壁班来了个北海道女生，叫小川，她中午吃的是北海道有名的纯连拉面。小泉用羡慕的目光看着她，小川很大方地分给小泉尝。第二天，小川主动找小泉，说他想吃味噌拉面。虽然他对拉面了解不多，但是他说他喜欢重口味的拉面，最好是小泉同学替他推荐一家假期和父母一起去的店。这样的话，这里怎么样？根据小川的需求，小泉先推荐了一家在银座附近的超级味噌拉面店。这家店的浓厚味噌拉面在甘甜浓汤里加入贝汁。接着小泉还推荐了中野区野方有家花道味噌拉面店。这家店特色是用铁锅快速炒出的味噌拉面，每周二会有北海道炸幌风味的特别款。涉谷区的一福拉面店老板娘很温柔，她家的面汤浓厚如奶油，据说滋味深入骨髓。为了找到小川最爱的味道，小泉带他去了横滨的纯连拉面店，那是小川最喜欢的拉面。小泉一如既往的活动筋骨，扎起头发准备开吃，然后他瞪大眼睛，爽快地啜起了面，表面覆盖着一层油亮的猪油汤汁，里面浸泡的面条非常有嚼劲。这种浓厚而温和的组合总是让人吃不够。果然，只有这么美味的拉面，才能让小泉这种美少女露出灿烂的笑容。日本的女高中生对拉面的热爱有多疯狂？她们为了品尝最受欢迎的味道，不仅能排队等上8小时，还专门写了500页的拉面论文。这天小泉独自回家时，被2个陌生男人拦住。一位短发女孩突然出现，及时救了她脱身。没想到那人竟然是小优的表姐炫音。小优常常把小泉吃面的照片发给炫音，所以炫音希望小泉能带她去吃一碗美味的拉面，最好是那种能边吃拉面边喝酒的店，所有费用她全包了。小泉带着炫音来到东京板桥的河野面屋。这家店的特别之处是龙舌兰拉面，碗边竟然还挂着一块青明，看上去像普通的盐味拉面，但一口汤入口，立即能感受到龙舌兰的酒香，快速冲击喉咙和鼻腔。面条是店内自制的扁面，每份都是现点现做，质感非常滑溜。只可惜小泉还未成年，所以只能点了一碗酱油拉面。小泉摩拳擦掌的样子让炫音惊讶，虽然只是普通的海苔鱼板和叉烧，但配上小鱼干等海产，加上一整只鸡炖成的汤，竟产生了独特的浓厚味道。炫音不仅吃了一碗龙舌兰拉面，还单点了一杯龙舌兰。走出小店时，他说还想吃点别的，那当然是再来一碗拉面。小泉顿时感兴趣，提议和炫音一起去。第二天午休时，小川为了表示感谢，送给小泉一块味噌拉面口味的巧克力。虽然拉面的味道不浓，却在北海道的学校里很风靡。小泉最近想尝的是担担面。第二天，他和小优班长及小川乘坐敞篷巴士来到热闹的银座。小泉为了表示对拉面的尊重，特意戴上了一副眼镜。他们来到了一家看起来像高级寿司店的拉面馆，人气很旺，门口排了长长的队。这家店的老板其实是著名的高级法餐主厨，他的梦想是做出包含全套法餐理念的拉面。他为每个人端上了一大碗拉面，汤汁清澈，味道清爽，层次丰富且非常美味。虽然柔和，但汤底有明显的层次感。实际上，这碗拉面没有放任何酱汁。说到这里，小泉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展了一下筋骨，他已经忍不住开动了。其实这碗面的汤底加入生火腿熬煮已经有了咸味。小泉对拉面的热爱不仅体现在走遍小巷和商圈，寻找每家独特的拉面店，品尝每种拉面的味道。他把拉面当成了终生爱好，把脑中的拉面知识写了一本500页的拉面论文。他约了大家周日早上7点在千叶县松户站碰面，没想到即使大早上7点赶到，还是排到了队伍后面。小优说他已经提前查过，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早餐拉面店，所以他早上空腹赶来。可店员收到餐券后写下了15点10分这个时间，这也表明他们只是过来排队。小优在这儿空腹等了足足8小时，小川则和小泉一起回到东京，吃了碗拉面又赶回来。等了很久的拉面终于上桌了，蘸面的汤汁浓郁香醇，完全没有油腻感，宽面有嚼劲，和蘸汤一起吃非常出色。
确实值得等8小时。吃剩的蘸汤里还能加点清汤，像喝拉面汤一样暖到身体每个角落。果不其然，几人遇到了店里的大叔们，店主还想让小泉尝尝即将推出的新品口味，这是小泉一直想吃到的山岸先生的拉面。小泉满怀敬意接过海碗，吃了一口，眼圈就红了，下一秒泪水滚落下来。这味道虽然朴素，却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店主园中来说，小泉的泪水比任何赞美都更真切，能一直守护这初衷的味道，不断为食客带来美食的小店，就是拉面和食客最大的幸福。